别人穿越做开挂主角，而我却穿越到大明灭国皇帝崇祯帝身上。但我要改变国运，让八方来和，万国来朝，为大明再续命300年。李若莲站于皇帝崇祯面前，详细汇报了对几位大臣的召回计划。每一位大臣的召回都被精心规划，以确保他们能在指定的时间内抵达京城。宋应星和陈振龙是皇帝特别指明在10月初6前往召回的。李若莲立刻安排人马，确保他们能按时到达福州，而后按照每日行进70里的速度返回北京。根据计划，陈振龙应在明晚前到达，而宋应星则需3天时间。徐光启和孙元化的召回也在有序进行，预计还需5天时间，而毕茂康的返回则需7天。崇祯皇帝对此表示满意。这些被召回的大臣，年纪最小的宋应星也已40岁，最大的徐光启年逾古稀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即便是骑马或乘坐马车长途跋涉也是一大挑战。皇帝下令，这些大臣抵达后，要确保他们得到最好的款待，直至进宫面圣。这几位大臣对大明王朝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。自崇祯元年以来，除了陕西的大旱，全国各地也频频遭受自然灾害。河南的蝗灾与旱灾，江南的洪水与旱灾，连续几年的灾难让大明民众生活困苦。宋应星和陈振龙被寄予厚望，期待他们能推广土豆与红薯，缓解粮食危机。至于火器的研发与改进，则交由毕茂康等人负责，以增强大明的军事实力，应对外部威胁。就在崇祯沉浸在对国家未来的规划中时，内阁的一个紧急消息打断了他的思绪。孙阁老拟定的关于处理秦王府的圣旨草案已经准备好，待皇帝过目。圣旨列举了9条罪名，足以让秦王府灰飞烟灭。崇祯审阅后迅速批准，命令以最快的速度送往西安府执行。接下来，崇祯决定亲临勇士营，观察军士们的训练情况。营地内的氛围充满活力，军士们在寒冷的天气中依然坚持训练，展现了军队的士气与纪律。崇祯对此非常满意，他相信这样的军队能够成为大明坚强的支柱。正当崇祯对国家的未来抱有希望时，李若莲突然带来了一个噩耗：陈振龙去世了。这个消息让崇祯的心情瞬间跌到谷底。然而，了解到陈振龙是因自然原因去世，崇祯稍感宽慰。推广土豆和红薯的重任现在只能落在宋应星身上。紧接着，李若莲又报告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：陈振龙的家人被请回了京城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转变，崇祯决定亲自见见这些人，尤其是宋应星。当宋应星面对皇帝时，他的心情复杂，既有对未来的期待，也有对失败的恐惧。宋应星虽为科举落榜，却对《梦溪笔谈》这本书情有独钟，从中汲取了广泛的知识。崇祯的话语如同一把锋利的剑，刺入宋应星的心扉，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真正兴趣并非仅限于科举之路。在这样的启发下，崇祯赋予了宋应星一个全新的角色，成为司农，专注于农业研究，尤其是对马铃薯的研究和推广。马铃薯在当时还是一种新奇的作物，其潜在的产量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。崇祯对此有着深远的见解，他认为农业的繁荣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，士农工商各行各业都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马铃薯的引入和推广不仅是一项农业上的革新，更是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深远考量。同时，陈经纶与其子陈川贵也被赋予了重任，推广番薯的种植。陈经纶的家族曾冒着生命危险从外地引进番薯，并在福建成功试种，大大缓解了当地的饥荒。崇祯希望借此经验，让番薯在大明得到广泛的种植，以提高粮食产量，减少灾荒的发生。第二天，在皇极殿的早朝会上，崇祯帝的传旨让宋应星、陈经纶、陈川贵上前觐见。在皇极殿内，3位不同于常人的身影跪于御前，身着简朴的青布长衣，与满朝文武大臣的华丽装扮形成鲜明对比。一时间，他们的出现引发了众臣的诧异和窃语。然而，崇祯帝的声音很快穿透了殿堂的喧嚣：“朕安，起来说话。”随着皇帝的话音落下，3人缓缓站起，殿内的气氛变得严肃起来。崇祯帝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人，提出了关于大明国土、田地以及百姓生活的问题。孙承宗首先回答，详细汇报了大明的国土面积、良田情况以及百姓的生计问题。紧接着，崇祯又询问了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天灾。户部尚书郭允厚回答时，语气中充满了无奈和悲哀，指出朝廷无力全面救济受灾百姓，只能保住一部分人口。群臣的沉默和凝重，以及崇祯帝的反问，都反映出朝廷面临的严峻挑战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崇祯帝提出了推广马铃薯和番薯的解决方案，引起了众臣的惊讶和讨论。他强调了这2种作物的高产量，并表达了希望通过推广它们来解决百姓吃饱的问题。然而，
当户部右侍郎冯僧同提出对推广马铃薯和番薯的担忧时，气氛再次紧张。他指出了种植这些作物可能引发的问题，包括对税收和军队供给的影响，以及百姓对新作物的接受度。冯僧同的言论引发了陈经纶的激烈反驳。陈经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逻辑，强调了在绝境中寻找解决方案的重要性。他提出的替代方案和对策，展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。陈经纶的话语尖锐而大胆，直接挑战了当朝的冯僧同。这一刻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身上，惊讶于他的勇气和他提出的大胆建议。我放肆！陈经纶的声音在大殿中回响，他的目光坚定，仿佛已经把一切后果都抛诸脑后。他的反问不仅仅是对冯僧同的挑战，更是对所有在场的人发起的挑衅。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陛下所提出的问题吗？如果你们能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案，我愿意收回我的言论，接受任何处罚。但如果不能，那么请仔细考虑一下陛下的提议。这一番言论让所有的群臣都震惊了，他们从未见过有人敢在朝堂上如此公然挑战权威。而且他提出的建议，先种植20万顷土豆和番薯，还要求修改税法，在他们看来几乎是异想天开。然而随着他们冷静下来，细细思考陈经纶的提议，不少人开始觉得他的想法实际上很有道理。这时冯僧同正准备反驳，但突然崇祯皇帝轻咳了一声，整个大殿顿时安静下来。崇祯的声音平和而坚定：陈经纶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动怒。说完，他立刻转向其他群臣：诸位爱卿可以畅所欲言，谈谈自己的看法。今日所言，朕都不会计较。皇帝这番话明显带有偏袒的意味，让所有人都明白，今天无论如何，推广土豆和番薯已经成为定局。内阁4人和6部尚书跪了下来，恳请崇祯下旨大力推广这一提议，以解决大明当前面临的粮食困境。在这种氛围下，即便有反对的声音，也不得不暂时收敛。崇祯知道，这背后有一部分人的反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，推广这种高产量作物可能会让百姓自给自足，从而减少他们对士绅的依赖。为了彻底解决问题，崇祯决定成立大明农业研究院，专职负责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。他下令设立院长、左右监院，院成各1名，还有博士、教授、助教若干，以确保农业技术的研究和传播。群臣们对这一决定纷纷表示赞同。他们知道，虽然短期内的效果难以预料，但从长远来看，这将极大地提高大明的粮食产量，对国家有着不可估量的益处。户部尚书郭允厚第一个发言，他的眼睛闪烁着光芒，显然对皇帝的这一决策非常满意。虽然短期内的效果难以估量，但从长远来看，提高每亩产量，哪怕只有1担，对大明来说都是天大的功劳。群臣们纷纷附和，对崇祯的明察秋毫和远见卓识表示由衷的敬佩。随后，崇祯转向孙承宗，指示他主持廷议，商议大明农业研究院的品质及其他相关事宜。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，群臣们最终决定将大明农业研究院的品质定于大理寺同级，院长为正3品，监院院成为正4品，博士为正5品，教授为正6品，助教为正7品。这样的设置既体现了朝廷对农业研究的重视，又能确保其权威性，便于技术的推广和实施。崇祯对于群臣的提议感到非常满意，并且立刻宣布宋应星为大明农业研究院的第1任院长，陈经纶为左院监，陈川贵为首席博士。为了表彰陈经纶之父陈振龙引进番薯的功绩，崇祯还追封他为长乐伯，并下令在福州府各县建造报公祠，专门侍奉陈振龙。崇祯接着下令工部选址建设大明农业研究院，并且将查抄的贪官污吏的田地以及10万两银子作为研究院的启动资金。此外，还指示吏部抽调北直隶等地的劝农官回京入院学习，并命5城巡城司负责安全保卫工作，确保研究院的顺利运行。在群臣们的一片赞同声中，崇祯最后向宋应星透露，已经为他准备了40万亩的田地，用于农业研究院的实际种植和实验。郭允厚提出了他心中的疑问，关于40万亩土地的去向。他的话语缓慢而谨慎，仿佛怕触及某个不可言说的禁忌。然而，崇祯帝的回答却是出人意料的平和。他以一种近乎幽默的态度揭开了这个谜底。原来，这些土地是皇帝预见陕西旱灾时的应对措施，选择了特定地点进行马铃薯的种植，以此为解决方案。皇帝的话语引起了皇极殿内群臣的震惊，他们对于这位年轻帝王的远见和计划感到难以置信。2个月前的规划与推广，仿佛一环扣一环，让原本对此抱有疑问的臣子们，如郭允厚等人感到无地自容。群臣们纷纷开始谄媚，赞扬皇帝的远见卓识。此刻的崇祯无疑已彻底征服了他的臣下。接着，崇祯指派陈经纶和孙爱卿分别负责种植和推广土豆。他们的任务是在福建、广东等地进行大规模的种植，
确保明年的种植面积达到预定目标。随着朝会的结束，皇帝邀请群臣移步至奉天殿，那里已经准备好了一场盛宴。宴会上，群臣们被介绍了一种新奇的就餐方式——自助餐。这种就餐方式在当时显得格外新颖，群臣们对于桌上摆满各式土豆菜肴的豪华宴席感到好奇又兴奋。宴席上，群臣们品尝了各式土豆料理，从青椒土豆丝到炸土豆条，每一道菜都引起了他们的赞叹。宴席过后，崇祯与少数几位大臣在东暖阁继续讨论农业发展的大计。宋应星向皇帝提出了一系列的农业发展建议，他的建议不仅涉及土壤和作物的匹配，还包括提高土地产量和肥力，以及引进高产量作物的战略。宋应星的见解深得崇祯的认可，皇帝对他的提议给予了高度评价，并鼓励他放手去做。崇祯皇帝面对着一桌刚刚享用过的简朴土豆大宴，眉头紧锁，深知国内粮食危机的严重性。在这个油水匮乏的时代，如何让百姓的饭碗更加丰满，成了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难题。面前的土豆和番薯虽是引进之物，却是解决粮食危机的一线希望。宋爱卿、陈爱卿，崇祯的声音在宫殿内回荡，沉重而有力。你们一北一南肩负起推广土豆和番薯的重任，这不仅关乎2万万大明百姓的生计，更关系到大明的未来。此事绝不可有半点懈怠。同时，对于孙承宗、李爱卿等人，崇祯也给予了重托，全力支持农业研究院的建设，无论是财力还是人力，都要毫不吝啬。在皇帝的威严命令下，所有臣子都以庄严的语调回应：“臣等领旨。”密议结束，众人离去，崇祯独自站在殿门，眼神远望，心中充满了期待与忧虑。他知道这场改革不会一帆风顺，但只要能让百姓的生活得到一线改善，他愿意承担所有的风险。孙承宗带着宋应星等人步出了皇宫，严肃地嘱咐道：“动作要快，时间不等人。陛下交给我们的任务关系重大，任何问题直接向内阁汇报。”宋应星3人离开后，北京城的冷风吹醒了他们沉重的思绪。他们明白自己肩上的担子重，但同时也是前所未有的机遇。宋应星，一位经历了数次科举失败后的普通士子，如今却被赋予了如此重任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。陈经纶则为能继承父亲魏晋的事业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荣幸。次日清晨，当北京城的百姓还在忙碌着新的一天时，街头巷尾传来了孩童们高声喊卖的声音：“号外！号外！大明农业研究院现寻找种植高手！”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整个京城为之一振。百姓们对于农业研究院的设立感到好奇又惊喜。种田还需要研究，但听到能有银两拿，许多人都兴奋起来。2两银子，包吃包住。许多老农心动，纷纷涌向顺天府衙门，希望能成为这个新成立机构的一份子。然而，就在人们沉浸在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消息中时，又一则震惊京城的消息传来：秦王府的9条大罪和朝廷的处罚决议被公之于众。这一刻，整个京城沸腾了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上。在大同代王府，朱鼎卫接到了这个消息，愤怒与不幸之情溢于言表。他难以置信，朝廷竟然对秦王府下手如此之重，甚至动摇了祖宗定下的规矩。在汤亚光的提醒下，朱鼎卫开始考虑自己的处境，是否也应该做出改变，以免日后陷入同样的境地。朱鼎卫的眉头紧锁，目光如炬地盯着汤亚光，那深不可测的眼神仿佛能洞穿一切虚伪。汤亚光颤抖着声音，终于爆出了令人震惊的消息：陛下秘密调回秦良峪的百杆兵，联手张维贤除掉了权倾朝野的魏忠贤，现在朝堂上无人敢与皇帝为敌。朱鼎卫听后怒火中烧，他不相信皇帝会对亲王动手，宗室庞大，若真如汤亚光所言，岂不是天下大乱？但汤亚光的每一个字都像重锤一样击打在朱鼎卫的心上，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的形势。怒吼过后，朱鼎卫平静下来，开始策划如何应对可能的风波。他决定暂停私盐、私铁的交易，避免引起皇帝的不满，并且密令通知亲王府的宗室，近期要低调行事。汤亚光退出宫殿，耳边回响着宫内的丝竹管弦之声，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丝感慨：大明的天似乎真要变了。与此同时，远在辽东的韩王、沈王等亲王也接到了处理秦王府的明诏，虽然心中惊疑，但并没有太过在意。而在白水县，袁可立接到了朝廷的圣旨，责令他负责处理秦王府的事务。圣旨的内容让袁可立惊讶不已，皇帝对秦王府的处理手段之严，远超他的想象。然而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皇帝竟然成立了大明国土资源管理局，将秦王府的田地以分期付款方式售卖给百姓。这种做法前所未有，充满了魄力和远见。袁可立和曾宪对此感到非常震惊，若非是亲眼所见，几乎难以相信这一切是真的。最后，袁可立接到了皇帝的密信，其中的4个字多多益善让他明白了皇帝的用心。通过秦王府的势力，
大规模回收土地，利用这些土地来安置百姓，同时也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。这一切都显示了皇帝深远的计划和对民生的关怀。袁可立立即下令调集兵马，准备前往西安府执行皇帝的旨意。他知道，这一次的行动不仅仅是对秦王府的处理，更是一次对朝廷和天下秩序的重塑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他深感责任重大，必须谨慎而行，确保一切按照皇帝的意愿进行。崔明立刻踏上了前往东城外4大边镇军队大营的旅程。这一刻，他不仅肩负着国家的安危，更承载着未知的命运。在大堂中，袁可立的目光如炬，他深知此次行动的重要性与敏感性。他的声音冰冷而坚定，下达了一道禁令：售卖田地之事，在没有实施之前，任何人不得外传，违者斩。随即，他指派曾大人一系列任务，包括前往西安府传旨和调查秦王府及宗室的田地数量。这一系列举动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。崔明抵达东城门外的营地时，发现这里早已是兵强马壮，15000名士兵整装待发。他的到来即刻引起了5位指挥使的高度关注。袁可立的命令如同石破天惊，调动军队前往西安，竟是为了捉拿涉嫌谋逆的秦王府及宗室人员。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让所有人都感到难以置信。在这场权力与忠诚的较量中，袁可立毫不留情，决心用铁血手段维护国家的稳定。他的命令严苛而决绝，杀无赦。这不仅是对潜在反抗者的警告，也是对所有官兵的严厉考验。3天后，当袁可立带领的大军抵达西安城外，这座古老的城市似乎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风暴。西安城的守将在见到袁可立的官凭之后，面对这位权势滔天的阁老，他们别无选择，只能开启城门，迎接这场未知的挑战。随着城门缓缓开启，袁可立率领的队伍如洪流般涌入城中，他们的目的地是那座高高在上的秦王府。这一刻，整个西安城仿佛都屏住了呼吸，等待着即将揭晓的真相。当袁可立一行人到达秦王府门前，看到那些被军士围困的景象，西安城的守将们终于明白，这次的目标竟然是大明第一藩王秦王。这一发现让他们震惊万分，心中充满了疑惑与不安。袁可立的声音在秦王府前回荡，他的每一个字都透露着决绝与权威。秦王朱义焕接旨。在宏伟且略显阴沉的秦王府大门前，紧张气氛凝聚如实质。朱义焕，秦王府的主人，脸色苍白，目光中带着难以置信的愤怒和恐慌。他身后，秦王府的嫡系和家眷们也是一脸错愕，互相交换着忧虑的目光。一声清亮而坚定的呼唤打破了这肃杀的氛围：臣朱义焕接旨。但在这呼唤之后，宫廷的密令已经如雷霆般落下，预示着秦王府即将面临的风暴。袁可立，皇帝身边的重臣面无表情地宣读着圣旨，每念出一条秦王府的罪名，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一分。秦王府违抗朝廷命令，涉及到谋逆、贪污等重罪。这份圣旨仿佛是一把利剑，直指秦王府的心脉。朱义焕的反驳声中带着绝望的怒吼：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但这怒吼在袁可立冷漠的命令面前显得如此无力。朱义焕的命令试图让家丁阻挡即将闯入秦王府的锦衣卫，但在袁可立的一声厉喝下，一切反抗都变得徒劳。袁可立不仅有皇帝的圣旨在手，更有着决心和力量，要将秦王府的一切不法之处彻底查清。他的决断如同冬日里的寒风，无情地刮过秦王府每一个角落。秦王府的大门被猛然冲破，锦衣卫和军士如狂风暴雨般涌入，秦王府内瞬间响起了惨叫声和格斗声。这一刻，秦王府的威严和荣耀荡然无存，只剩下恐惧和绝望。袁可立的命令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子，无情地割裂了秦王府曾经的安宁。在这场风暴中，秦王朱义焕被锦衣卫紧紧压着，走向王府的原殿，他的怒吼和抗议都被无视。周围的人，无论是秦王府的家眷还是家丁，都在恐慌中寻找着一丝生存的希望。而西安府的6位卫所指挥使，面对袁可立的威严，也只能选择沉默和顺从。袁可立的每一步都显得坚定而果断，他知道自己的任务不仅仅是惩处秦王府，更是要展示皇帝重振大明的决心。秦王府的左右长史和典宝正被带到面前，这3人的存在将是揭开秦王府罪行的关键。典宝王表封，秦王府的主事之一，面对即将到来的风暴，神色异常平静。在锦衣卫袁可立和一众卫兵的陪同下，他带领着众人穿梭于府内，终于来到了一座古朴庄重、由粗犷石块堆砌而成的宫殿式建筑面前。他从怀中拿出一把古铜色的钥匙，随后又在一处不起眼的石壁上轻巧地转动了隐秘的机关，一扇沉重的石门缓缓开启，露出了秦王府深藏不露的内库。王府内库一片宁静而压抑。袁可立和崔明等人进入内库后，眼前的景象让人惊叹。库内宽敞，长约50米，
宽约20米，内中堆满了珍贵的宝物。王表峰开始介绍内库的宝物分类，从缎匹、金银到宝玉等12个门类，每一种都价值连城。特别是一匹黄帝云龙折枝花孔雀羽装花缎，更是珍贵无比，连袁可丽也不禁失声惊叹。随后，一行人进入金银库，眼前的银锭和金元宝让人眼花缭乱，库内的财富足以让人心动。但在这种财富面前，锦衣卫的警惕之心不减，崔明的一声轻响，足以让人回神。库房一一被检查，每一处都藏有不可思议的财富。当一行人来到第7库时，这里相比之前的库房显得格外简单，只有数十个老官箱静静地摆放着，每一个箱子上都贴着一张小纸条，记载着不同的地名。袁可丽的询问之下，王表峰沉默了片刻，这些老官箱中装的确实是秦王府积累的地契。